今天我们来聊一个会深刻影响每一个中国家庭的主题。2026年社保、养老金、个税三项制度同一时间进入调整窗口，这一年将会决定未来5年中国人的收入、税负和退休生活。为什么说将是调整窗口呢？因为2026年是一个非常罕见的3个周期的重叠点，人口结构变化进入了拐点，老龄化加速，劳动力持续下降，社保基金的收支压力在不断的加大，财政和税收改革进入结构性的调整周期。很多人问社保、养老金、个税这3个话题能不能放在同一期节目讲？不仅能，而且必须在一起讲，因为它们是一条连在一起的链条。在我国的社保体系当中呢，社保缴费构成了收入端，养老金发放构成了支出端，而个税承担调节作用。这3项制度未来怎么调，相互牵动。今天这一期呢，我会带大家把这3件事一次说清楚。首先，咱们先说为什么2026年将是社保的大调整年。过去3年，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，中国的社保体系正在从增量扩张进入了结构优化，而到了2026年，将有3个信号非常值得我们关注。信号1，社保费率有可能继续下调，原因很简单呀，企业成本压力太大，经济托底需要释放企业的现金流。过去的10年，社保费率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。目前养老保险单位缴费率是16%，未来在一些省市呢，可能会试点下调或者优化缴费的基数。这件事对2个群体的影响特别大。第一类呢是年轻人，他们到手的工资可能会增加；第2类群体是中小企业，他们的现金流紧张会明显得到缓解。第2个信号，灵活就业人群的参保可能会迎来政策突破。中国现在有超过900万的灵活就业人群，这部分人呢，很多没有缴社保，或者说只缴了最低档。未来呢，国家会鼓励建筑、外卖、快递、电商等行业的平台承担更多的责任，为灵活就业者设计更加灵活、更低门槛的参保模式，尝试多缴多得、长缴多得的奖励机制，这是一个趋势，也是一种必然。第3个信号，养老金全国统筹进入关键1年。什么叫全国统筹？就是把过去的省级统筹的模式升级，让资金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调剂，让东部富裕的资金支持中西部缺口较大的省份。这件事的推进越快，养老金的安全性越高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看看养老金2026年会涨还是会降呢？这是所有人最关心的问题。那我在这儿把我的答案说出来，养老金不会下调，但上涨的方式会改变。为什么说不会下调呢？因为养老金是政治承诺，是底线民生。从2025年到现在，已经连续20年上调了，养老金下调不太可能，但增长速度会发生变化。第一，涨幅进入了换挡期，从高速增长进入了中低速增长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咱们国家老龄化速度太快了，领取的人越来越多，社保基金在一些地区已经开始出现了紧张，养老金涨幅和工资增长挂钩，而工资的增速在放缓。过去我们看到的是5%、5.5%、4.5%的涨幅，未来可能更多3%左右，不会不涨，但是会慢慢变得温和。第2，普涨会变成结构性上涨。什么意思？未来的养老金调整很可能会重点照顾这3类人。第一，养老金偏低的老年人；第2，经济较弱地区的退休群体；第3，劳动强度大、退休早的行业工人。而对于养老金偏高、城市收入较高的人群呢，涨幅可能会明显低于以上那些人。换句话说未来不是人人一样涨，而是定向倾斜。第3个呢，就是个人养老金第3支柱会变得更加重要。养老金涨幅变低，意味着每一个人要更重视自己的养老资产。未来的3到5年，国家一定会大力推动个人养老金账户、商业养老保险、公募基金的养老目标基金。你越早准备，越不依赖单一的养老金涨幅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咱们来看看个税改革。2026年个税改革可能会出现哪些变化呢？这一部分我建议所有的中产都好好听一听。中国的个税结构长期是偏向工薪薪金，对于家庭支出、抚养子女的成本、教育成本等考虑不足。那么2026年哪些方向有可能会调整？我认为
方向一，起征点存在着上调的空间。目前呢是5000元，但是大家都知道，一线城市的生活成本已经远远不止这个数了。而财政也不希望一直压抑中产，因为这样会抑制消费啊。所以起征点上调是一个很合理、很稳妥的方向。方向二，专项附加扣除会扩容。现在我们已经有赡养老人、住房贷款利息、租房扣除、大病医疗3孩扣除，未来有可能新增学前教育扣除、医疗健康扣除、老年护理扣除。这些扣除呢，不光是为了减税，更是一个政策信号，代表国家呀愿意把我们个人的家庭负担纳入个税体系。第3个方向，家庭税制有可能迎来试点信号。中国的家庭结构正在发生变化，生育率下降，双职工家庭成为主流，一人缴税全家不够用的情况越来越多。未来呢，如果采用家庭合并申报税制，中产家庭可以支配的收入会明显改善，这会是未来5到10年的大趋势。那么社保、养老金个税改革对普通人意味着什么呢？我把最重要的3点总结给大家。第一，年轻人的工资结构可能会发生变化，社保费率下降意味着到手的工资就增加了，个人养老金激励措施更多意味着越早规划越划算，灵活就业参保门槛降低意味着会有更多的自由职业者。第二个，中产家庭是真正的受益者。如果个税起征点增高，专项扣除增加，家庭申报试点落地，那么双职工家庭的可支配收入会明显提升。收入增加的部分呢，就可能直接转化成教育、医疗、理财、投资、养老储备，对于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非常大。第三，临退休人员养老金会很稳，但是涨幅要做好预期管理。未来不会出现养老金下调，但是我们需要清楚，增幅会从高速增长进入结构性温和上涨，养老金的替代率会持续下行，商业养老呢必须提上日程。也就是说，国家的兜底保障会越来越稳，但是我们个人的养老也需要越来越主动。最后，我给大家3个可执行的建议。如果你的年龄是在25岁到55岁之间，那么这3件事非常关键。第一，提前规划你个人的税负结构，特别是有了孩子、有老人要赡养的家庭，专项扣除怎么报，什么时候报，报多少，直接决定你未来的现金流。第二，给自己开启一个长期的养老账户，不管是你的个人养老金、养老 FOF 还是年金，越早开始越划算。第三呢，是把家庭财务做成金字塔结构，最底下一层应该是你的社保、医保、基本养老，中间层呢可以是商业保险、个人养老金、定投计划，顶层可以是配置 ETF、海外资产或者房地产。那这样一步步往上搭，你会比大多数人更从容地面对未来的制度变化。2026年是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真正进入结构性改革的关键1年，社保、养老金、个税这3项制度未来的每一个变化都直接影响我们的收入、储蓄、投资和生活。我是苏涵，我们下期见。